俄乌冲突爆发至今所产生的各种边际效应啊，都是难以预测的。你就比如在军火市场上嘛，就对俄美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啊，这也是美国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意料到的。而且美国更没想到的呢，美国的一系列这种强势的做法哈，它不但没把俄罗斯搞垮，还从某种程度上帮我们开拓了世界军品市场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俄乌冲突以来啊，对俄罗斯的军品出口肯定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，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在中东、在东南亚这个传统地区的这个市场，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。因为你看，首先一个，我们看俄式装备在这次冲突中的表现的不佳，你就比如说飞机这一块吧，这是俄罗斯军品出口的很大一块嘛。你像它的苏34那个鸭嘴兽啊，这个战斗轰炸机啊，连续的这个被击落啊，被坠机，这肯定是个负面的影响。还有呢，俄罗斯被当成王牌的苏35，那也是被击落很多次了。这很显然对俄罗斯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。在整个俄乌冲突之中，俄罗斯在战场感知系统以及它的电子作战能力方面表现的严重欠缺，这一点也是对它的军品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第二一点啊，现在美国和西方严厉的制裁俄罗斯，你搞得他的客户们在想去买俄罗斯军品，他也有所顾忌啊，这不可能。如果说是你买俄罗斯的军品，他不可能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再去买，你要买了之后，西方肯定又要制裁，那这个东西惹来的麻烦就非常的大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们即便想买，也会是观望看看再说，这就客观上对俄罗斯的军品销售造成了这个负面的影响。但是呢，你说在俄乌冲突中，俄罗斯的这个武器装备表现不好，受负面影响吧？那这个美国有什么负面影响啊？相反，你看美国把什么一开始把这个毒刺反坦克导弹吹得非常的厉害，这个单兵武器很厉害，然后又是什么弹簧刀巡飞弹然后就是海马斯等等这一系列东西，那表现不都是杠杠的吗？其实倒还不是这样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美国的武器装备那个水平，那确实是比俄罗斯的是要强一些了。但是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它不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注意两点就通过这个俄乌冲突，我们可以看是美国一手把这个事情给挑起来了，而且美国的开始显露峥嵘，它非常强势的做法呢，甚至有些事情做的都非常的极端，那翻脸比翻书还要快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就让其他的国家是再一次非常彻底、清醒，而且切身感受的认识到了美国他做事情的这种极端，以及美国这个西方阵营他们有多残酷，因此呢就会产生深深的恐惧、警惕和防范。这一点，所谓美国自称这个软实力是一种非常大的杀伤，当然也会投射到美国军品的销售上去。第二一点呢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说你美国很厉害这个露出峥嵘这个做事非常的极端，可是你的霸权能力是在减弱的，给人一种强弩之末的感觉。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全面的进行制裁，连俄罗斯的小动物以及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都被制裁了。可是整了1年多，好像也没把俄罗斯给整死呀。美国这一套，你比如说最开始搞的金融，搞的这个结算系统这一套，弄到最后，其实没把俄罗斯搞死，相反的还倒把俄罗斯的有些事情给盘活了。所以大家看见这个，你美国也就不过如此。所以在这么一种心态之下呢，其他的国家也在考虑怎么尽量的在美国的影响力之下呢，有自己更大的空间。换句话讲吧，怎么削弱美国的影响力，而选择军事装备方面呢，都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去美国化。开始出现转向，开始建立自己相对比较自主的军事体系。你看最近传出消息说，埃及又要订购我们48架的歼十 CE 战机，那么沙特阿联酋和我们在大型装备上面，无人机武器方面有人机以及未来的5代机，甚至大型军舰上，就包括052D 的出口型上，都有多种的接触。当然这种事情还是在谈之间。你比如说像埃及，最终它是不是会完全摆脱开美国的这个体系，和我们来更深的密切这种军事关系，这它都不好说。但是这至少反映出大家都会在做一种新的选择，这在客观上实际上是美国搅了自己的局。